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升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开启双擂之战的第2场擂台赛。如果穿越回去，你可能是曹植呢。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几分像从前。黑白灰、藏青、条纹、破洞牛仔裤臊。Sorry。你们试过那个半透明，是塑料制的那种？但是它是半透明。我穿过。哎呀，防到最后还是没防住。在这个群里改名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我就随机挑一个人，给他1个亿。老师，我们家这样说脱口秀可以吗？对。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欢迎各位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开启双擂之战的第2场擂台赛。让我们欢迎本场擂台赛的7支小队登场。首先要登场的小队是张俊、李梦洁单逼。接下来要登场的冯子豪、侯志远、小雪。各位，青春活泼。接下来要登场的赵越、粽子、林琛。太卡顿了。还有其他小组。马上要上场的这支小队，吕博伟、陈火腿、孙熙。哇，他们真的好突出啊，好高！掌声有请高寒、风心彤、荒岛人气王。接下来要登场的海波、曹国、李奇宝。
年纪好大，感觉。对，老中青三代这是。干什么？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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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最后，让我们有请本场擂台赛首发小队，掌声欢迎贾浩、韩大狗、阿赛。真的帅啊，有点帅的过分了。浩哥跟阿赛是真假空少。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3季第2赛段双擂之战第2场擂台赛正式开始。第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朋友，这次他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之前没聊过的经历，掌声欢迎贾浩。他穿着都不一样，不一样，帅了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浩。来吧，朋友们，比赛又开始了啊！我真的觉得每年比赛都很不一样，因为首先第一个，我想向校友团的老师们介绍一下，在你们面前的不是一群普通的观众，他们是全上海最会填问卷的200位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观众的选拔比演员选拔更残酷。演员我们这一轮是42进35，他们是从1万多份问卷里边脱颖而出的200位朋友。潘老师抢你话，太优秀了，优秀主持人，欢内笑。我知道你们的问卷在完整回答的同时，还有兼顾真诚、热爱和幽默。之前有人还专门问我说，今年你们那边文本特别强的有多少个？我说200个。哎，我真的觉得观众卷，演员也卷，你们知道吗？老观众应该知道，这几年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主题越来越同质化了，对不对？比方说被骗钱的段子，去年很多人讲过了，对不对？租房的段子已经被讲烂了，留学的段子也太多人讲了。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下我留学租房被骗钱的故事。我们把这个赛道细分一下啊。但我确实没想到这个段子最难的点在于，怎么让你们相信我留过学。我今天专门化了全妆穿成这个样子，结果上台前有演员说你这个样子不像瘤子，像模子。关键我还是在巴黎留的学。你们这个反应有点伤人了啊！你们这个眼神里边没有一个人在想，贾浩果然在巴黎留过学。你们眼神里边全是居然竟然。哎，我确实，朋友以前问过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在巴黎待过的痕迹啊？我说我出巴黎而不染。我肯定有在巴黎待过的痕迹，只是不太好看出来。关键我最难受的点是，几个演员互相聊天问都是说，哎，你留学几年了？到我这里就是，浩哥，你们以前工地辛苦吗？我是在工地待过，但是我也不爽啊，我也说我也是在国外待过的。他说，哎呦，你还干过海外援建？为啥呀？我甚至找到一个留学多年的朋友问说，为啥我就没有留子的气质啊？他说我们留子不说为啥。我说你装啥？哦不，你装什么呢？我知道大家都觉得留子喜欢中英文夹杂，但是中法文夹杂很难的，我就不展示了啊。怕大家听不懂啊。展示。更怕你们听得懂啊。我就不装了，因为有很多留子在外面没待几天，回来就喜欢装，对吧？说什么我们纽约，我们伦敦，我们巴黎不这样啊。纽约、伦敦就是他们炫耀的资本，在我心里，巴黎从来不是炫耀的资本，巴黎是家。
今天我其实也是想和大家聊一下我的原生家庭啊。我就在我家待了半年，我当时被骗就去巴黎，很着急租房嘛。然后那个骗子就假冒房东，在租房网站上面和我聊了1个多礼拜，我就完全相信他，就把钱打过去了。导演组说你怎么没有从对话里找出破绽啊？我说英语阅读理解很难的。那你好歹打个电话确认。我说口语更差。我给这骗子汇钱的时候，前3家银行都告诉我说这个账号可能有风险，不让汇。我不甘心，我又去了第4家银行，直接找了个中国柜员骗他说这个账号是我表哥，才终于把这2000欧给骗出去了。你们应该听出来了，我这个人非常的执着啊，用英语讲叫 stupid， 用法语讲叫笨拙。笨拙，这个梗很巧妙，知道吧？啊，要鼓就一起鼓嘛。听不听得懂都沉默了。后来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他说他爷爷前段时间被电信诈骗了，就是因为年纪太大了，老糊涂了。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说句那么热血沸腾的话，我说年龄从来不是问题。关键他爷爷被骗了还不承认，跟银行说骗子是他亲戚。我说你懂个啥？不说是亲戚根本汇不出去。关键当时我这个穷小子是带着一脸憧憬去到的巴黎，被骗以后更穷，滤镜也一点一点碎了。我后来是花380欧租了一个4平米的次卧，朋友来玩问我租成多少钱，我说2000欧。他说这么贵你被骗了吧？给我难受坏了。直到后面去个朋友家里玩，他说他7平米的房子花了3000欧。我就知道我们都有自己的表哥。人在窘迫的时候真的很难正面去感受一座城市的好，对不对？什么时尚之都巴黎，我穷的理发店都不敢去，全是在家里和室友互相拿那个推子互相剪。室友给我剪完，我知道绝对很丑，因为我说到你了，他说他想留长发。什么公共设施发达，那边地铁贵到我只能买辆2手自行车上下学，美其名曰珍惜在巴黎的每次往返。2天就被偷了。后来我出行就是2公里左右我就走路去，5公里左右我就跑步去，10公里左右我就不去。在那边上个公共厕所都要1欧，这个价格我从来就是憋着。我感觉莎士比亚来巴黎都得问 to 憋 or not to 憋。我不知道啊，我当时肯定是 to 憋。我在巴黎半年多，只上过1次厕所，在外面啊，在外面啊，在外面啊。刚刚那个人啊，在外面啊。但是也非常感谢那段经历，我现在录咱们节目5个小时随便录，完全不用去厕所。这就是我在巴黎待过的痕迹和底气。哎，为什么这么燃啊？反正我在巴黎待了这半年多，过得真的很不好。衷心希望国外的留学生朋友都注意安全。我全是糗事。我说你怎么从来没提过这段经历啊？我说韩信会到处说他钻过别人的裆吗？反倒是之前和梁海源聊天，他说听说你还留过学呀。我那个回忆全就涌上来了。我说海源哥，你有被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伤害过吗？他说我们广西南宁，怎么你了？那一刻我才明白，人啊，心里最美的永远是故乡。我心里最美的原来一直是咱们大上海。后来在海源的反复提醒下，我想起来我是四川泸州的，最后发现他也不是南宁的。听完这段经历，他说你为啥不在节目上讲这段啊？我说我们刘子不说为啥。谢谢大家，我找浩，谢谢。根本没开场。来，各位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投票倒计时。
再次掌声送给贾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哎，贾浩当时为什么这么想去巴黎？因为以前小时候想过留学，但我知道我家里那个条件和我爸花钱的方式，肯定我没有这个机会。结果后来我读研的时候，自己存了点钱，学校有个交换项目，我就觉得交换，赶紧去。哦，我不是正宗的留子，我就是个交换生啊，我是个假留啊。不是学美妆去了？这个我还以为深造去了呢。这个工商管理学的工商管理。受工伤了啊。然后呢？没事。浩哥很厉害，就是一开场就能和观众建立连接，但这个连接建立的太强了，就是吓着了。然后我觉得这一段也很真诚，然后也都能听出真感受来。还有我觉得浩哥很擅长化用一些俗语，就惯用语，什么巴黎世家这种双关都做得很好，然后情绪的层次也很好，而且今天很帅，绝对的，帅大佬。反正这回我感觉他就特别激动，而且贾浩一上来说观众都在填表，然后填那些哇太厉害了。我们说我没见过一个演员填观众填这么厉害的。对呀。但是我就觉得这方面贾浩就特别厉害，他知道开场的时候怎么能够非常迅速的、精准的让这个舞台热起来，把这场打开嘛。而且贾浩每一次更厉害的就是让我感觉这次有点遗憾，因为他是开场，我特别喜欢看贾浩前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表演，然后贾浩去call back前边的那些特别巧妙的放在自个儿段子里，遇强则强，那都是贾浩最厉害的地方。所以这个表演是非常好，还是很好。我觉得贾浩开场肯定特别稳，我就会很放心。我之前完全不知道你去留过学，我真的是一点儿都不知道。现在信吗？信，但我觉得这很巧，就是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这反差就很大，因为你很意外，而且吧就很妙。他没有去纽约，也没有去伦敦，因为在这儿巴黎就更契合。你不觉得吗？如果他此刻去的是伦敦、去纽约或别的地儿的话，那个幽默感好像就会少一点。对，或者去澳洲，我就感觉没这么反差。我一直觉得我跟巴黎挺搭的，就是因为巴黎给你一种莫名的，好像一种淡淡的、不在意那种，慵懒，就跟整个的幽默它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贾浩的表演结束之后，教团给出来的是满票，辛苦大家。现场观众给出的票数是不错，谢谢。来，请贾浩回到自己的小队。我也跟你讲啊，没问题，我也跟你讲。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哇，上一轮很棒，很炸，掌声欢迎韩大狗。哎呦，大狗。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大狗。谢谢，很激动。我最近一直在给贾浩的专场开场，难得有次机会在他后面讲。过去1年，我算是全职的专场开场嘉宾，市面上那些专场基本都有涉猎。我很好奇，那些经常买票的观众会怎么想我。评价童漠男这个演员特别有深度，贾浩特别有张力，韩大狗特别有时间。开场不容易的，我不光得换段子，还得换衣服。为了工作留痕，甚至会在小某书发开场穿搭 OOTD， 观众评论 TD。我算是比较注重穿搭，但仅限于脱口秀男演员里，全靠同行衬托。我的水平也就是只是知道把 T 恤塞进裤子里，也羡慕那些网上真正的潮流穿搭博主。我平时穿的都是网上买的那种基础百搭款，
毕竟生活在上海，有时候都不太敢逛街。你们也知道，上海这些服装店，你光看装修，看不出它的深浅。我一般都是通过短袖的价格来判断它的消费水平，也不敢问价格。那些潮流买手店员的状态实在让人害怕，半死不活的，挤出气泡音。喜欢可以试一下。喜欢可以试一下。你嗓子不舒服你就治一下。他说话了，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走，我就会边逛边假装对衣服感兴趣，但那个店员会一直跟着我。我真的只想偷看价格，他以为我只想偷，我就随机抽一件出来，看一看，摸一摸，猜一猜，还假模假样问店员：“这是不是纯棉的？”其实我就是纯咸的。他以为我想买呢，给我介绍这个面料舒服在哪里，高级在哪里。我只想知道吊牌在哪里。我发现衣服越贵，它的价格标签就藏得越隐蔽。便宜的衣服店，别说吊牌了，你都不用走进去，店门口喇叭会告诉你，通通20元，通通20元。但在那种贵价买手店，为了找价签，得给衣服来个搜身，摸出来还不是一张纸，一本小册子，衣服有个户口本，干扰我找价格。第一页品牌 logo， 第二页品牌理念，第三页英文版品牌理念。太真实了。我脸皮薄，也不想当着店员的面继续找价格，也不敢直接问，只能带去试衣间了。经常逛街朋友能知道，试衣间现在就2大作用：大大方方拍一下商品货号和偷偷摸摸拍一下 OOTD。我在试衣间很有安全感，没人打扰我，我一个人可以尽情地释放我对价格的惊讶。那一长串数字，我刚才以为是货号呢。时尚的代价那么大吗？有些潮流衣服贵的就没道理。问就说，因为这是设计师设计的。那我想来件 AI 生成的，多新鲜啊！哪件衣服不是？我这段子很好笑的，因为是脱口秀演员说的。其实我尝试过小众先锋的衣服，但发现我的长相是落后的。一身前卫的衣服配了一张后卫的脸。就是在高中，当时为了获得关注，买过那种花里胡哨的外套，以为这样很潮流，结果同学给我取外号，叫我骚胖子。这件事是我自卑的起点，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虽然还是在意穿搭，但只敢穿黑白灰那种基础款，没有人再叫我骚胖子，就叫我小胖。可见黑色它不显骚，但也不显瘦。我就感觉青春萌芽的我刚想在潮流圈试探一下，但步子迈大了，骚胖子立马收回来。从此只敢在无人在意的角落，一点点小步往潮流移动。黑白灰、藏青、条纹、破洞牛仔裤骚。平时只敢穿百搭，穿百搭是我安全的退路，不出彩也不出错。但我以为买百搭款会是一劳永逸，但我的问题是越买越多，衣柜里只有百搭的衣服。出门前看着满眼的黑白灰，黑搭灰，灰搭白，最后一身白搭。百搭款得用来搭配有特色的，百搭款不能搭百搭款。
被我买回来那些黑 T， 他也无语，以为自己来辅佐小众设计师夹克。进了衣柜，看了一眼左右的衣服，怎么又回某衣库了？有时候看着这些衣服，我也会共情，因为生活中我也是那种百搭的人。为了融入大家，我愿意牺牲自己的想法和特点。吃饭、打球、桌游、唱歌，每次局里都有我。因为订这些，我有秘诀。上美团，不管是 KTV、按摩、足疗，预订必有房。善用美团。能保证我在场，但不能保证我在唱。如果去了 KTV， 我也不唱歌，一晚上我就坐在那个音控台边上，担任晚上 DJ， 给大家切换原唱伴唱，调音量，感觉坐久了更像个卤菜店师傅。他们跟我说话都是切一下谢谢，切一下，切一下谢谢。哇，这个好，切一下，切一下。心里也会难受，这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不喜欢百搭这个词，当时觉得它像贬义词，只是没有特色的好听点的叫法。直到演出制作人和我说，很多专场喜欢找我开场，因为我百搭。那百搭是褒义词，它代表牺牲，代表奉献，代表他甘为绿叶。这世界总得有人开场，大家都想当主咖，主咖得拿大狗大。我也希望就这样一直演，有一天大狗也能当主咖。谢谢大家，我是拜大狗。韩大狗变百大狗，不错。如果说长就行。喜欢韩大狗的表演，拿出手中的投票器切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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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票倒计时。掌声送给韩大狗。哎，大狗，你今天这身穿搭怎么样？这身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对。节目组搭的，我还挺喜欢的，可爱可爱。哎，我想问一下，您之前挑战过您认为最先锋的衣服是什么程度了？已经到了，当时觉得我简直潮炸了，就是那种。我在潮流店穿过，就是那种粉色。然后格子，然后又有点那种设计，就是它有点什么拼接，加上那种须在那，就很。哦，听起来特别像大老师平时会穿的衣服啊。您平时有素一点的衣服吗？素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以前确实挑战过，就是非常离谱的一个衣服。你们试过那个有一种裤子是那个半透明，是塑料制的那种。但是它是半透明。我穿过。因为之前的有一个嘉宾是一个游泳运动员，所以设计师给设计的是塑料的。然后，但是因为很紧张，然后有脱口秀的表演，所以后来里面就有气儿了啊，里面是出蒸汽就糊了。哎，您有什么那种比较就是特别前卫演唱会演出都会给一些特别先锋那种设计啊？我害怕呀，反而因为就是我很难撑起那些太前卫、设计太夸张的衣服。因为我如果一穿上去，他们就只看得到衣服了。因为有些衣服就很，要么就是啪，要么就是一巨大一个帽子，啪，帽子比我都大的那种。但是我看过你好几次演唱会，你经常啪啪啊，那已经是在我的极限非常非常外面。我大多数跟大狗一样，我打开衣柜全是白 T， 因为我觉得我就不用担心今天怎么穿搭了。对对对，所以大狗，你最喜欢我们谁的穿搭？每一位都很帅，包括邵刚老师。哎，为什么？包括。虽然包括邵刚老师，你也没有放过他。感觉大狗能把那种害怕穿搭过度那种很微妙的感觉，用一种改变走位的方式表演出来，还是很了不起的。然后整体都很棒啊，特别开心啊！大狗这段太好了，文本也好，表演也好，在我心目中
韩大狗是一个文本型的，是观察生活的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脱口秀演员。他就是靠观察生活，从标签开始，真的标签我们感受都如此，一层一层，但只有他写出来了。然后从标签讲到服装，最后本质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生活当中如何能够有一天是被看到的，而且不用改变自己普通的本质。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谢谢，太棒了！来，大狗，准备看一下，在你的精彩表演之后，现场观众给出来的票数是，也得190。200以上，200。掌声送给大狗，太漂亮了！第一队又这么厉害，太漂亮了，又干不上了。稳住，没问题。我给你拆开。这支小队派出来的第3位，在上一个赛段分享了一下自己做空少的经历，今天还有后续，让我们掌声有请阿赛。嗨，大家好，我叫阿赛。确实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航空乘务员啊，所以今天还和大家聊一聊辞职这个事儿。不干了，不喜欢上班，上班得早起。有些朋友可能7、8点钟顶多打个卡，我起床那个时间我都想打个鸣。早上3、4点钟就得出门，3、4点钟冬天的哈尔滨，我穿着羽绒服，拖着行李箱，站在街边等车的时候，路过的环卫工人大叔都和我打招呼说：“小伙子，回去给媳妇儿道个歉吧。”我们确实对时间要求的特别严格，1年内迟到2次就会被劝退了。可能朋友们在公司迟到了，活儿最多晚点干。我们要迟到了，那活儿可能乘客自己干了。那乘客自己热饭，自己喝水，坐一天寻思坐了个什么航空？坐了个自助航空。我们不但不能迟到，还不能早退呢。我不能上着班想偷个懒，背着包从后门溜走了。背个包从后门溜走。那我背的得是3包。最讨厌的就是延误、随机加班，而且我们是飞机轮子完全离地开始计算工资，完全着陆就停止计算。我还不敢盼着那个轮子它收起来就落不下，那样只会有可能一次性得到一笔钱。所以我们延误时候是没有工资的，而且延误时候乘客的情绪大家也都知道，别人在骂无偿加班，我无偿加班还在被骂。有一次乘客们都上飞机了，然后延误了，一个大哥很着急跟我说什么时候起飞呀？我说对呀，什么时候起飞呀？不管能不能起飞，你先飞起来呀。对，你实在不行把轮子先收起来呀。这么点毛毛雨都不敢飞，不行叫代驾吧。我说大哥你等着我去看看，不行我飞啊。大哥说别的小伙子没那么着急，你给自己倒个饮料冷静冷静吧。而且我也干不好这个，我也不适合干啊。乘务员嘛要有一定的亲和力啊，入职之前会培训假笑。我师傅夸我笑得最假。还有一定沟通能力，要会尬聊啊。同事说我聊得最尬。假笑。我师傅教我说，你跟乘客说话之前先笑一下，然后完全肯定他的要求。我学会之后上飞机，乘客和我说：“哎，这座椅好难受啊。”我说：“难受好啊。”
乘客说这桌板吃口饭可真难呐，我说也真难吃啊。我师傅都不想带我了，说你笨是笨，你怎么偏偏不爱迟到呢？你说你实在不行，你挑2天晚点来呢你。后来就接触到了脱口秀，我发现吐槽上班可比真上班爽多了。而且我第一次在东北老家上开放麦，我就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夸我有意思。观众听完了说：“这小子乘务员不想干了，想干脱口秀，真有意思。”这个。太东北。确实，最开始脱口秀大家觉得只能当一个爱好啊，包括现在我有老同事跟我聊天说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说我过挺好的。他说现在做什么呢？我说我说脱口秀。他说过得不好就说不好呗。当时就想辞职了，周围人就开始劝我啊，同事先劝我说没有人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以你这个年纪，你再想找工作能和应届生去竞争了吗？我想也是哈，我查了一下工作满意度调查，只有20%的人喜欢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每10个人里边只有1个人喜欢自己的工作。没算错，因为还有1半在找工作。时代真是变了啊！父母那个时代，大学生可以随便选各种各样工作，现在怎么随便一个工作可以选各种各样大学生了呢？而且应届生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好工作要名校毕业，要高学历；不好的工作不好。工作不好。同事继续劝我说：“咱这个福利待遇也不错，你忍一忍，再干30年，退休就好了。”我想，我忍30年，我偷个飞机，顶多也就忍这些年吧。而且不只是不喜欢啊，我真的在想，我要一辈子上这个班吗？我已经身在空中了，却只能透过窗口看那么一小块天。我60岁再上飞机，我可真是老空少了，我都怕乘客给我让座啊，颤颤巍巍推餐车，一颠簸了乘客保护我，倒饮料手都抖，撒乘客一腿，乘客不高兴了，我说那你要投诉老人呐。我觉得离职和离婚已经是30多岁人的2件人生大事了。而且劝人的话术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想想父母啊，想想孩子呀，那就不用想想自己啊。但有区别，离婚了你虽然没有了家庭，但还好还有事业；离职了虽然没有了事业，完了还有家庭。我爸说脱口秀它就是一时新鲜，你不能因为外面的新鲜感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但是我妈不一样，我妈说儿子妈支持你，妈知道跟不喜欢的过一辈子什么感觉。我说妈，咱聊的是我辞职的事儿吧？别我没了事业，我爸又失去家庭了。后来还是决定辞职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现在演出也会继续再坐飞机，然后再上飞机，我已经是乘客的身份了。我发现我能当那个最好的乘客，我不迟到啊，延误了我也不作不闹，飞机不停稳了，我不打开行李架啊，那饮料我都能自己倒。而且我不但能当最好的乘客，我还能当最好的脱口秀观众呢，因为我练过假笑。不过我不喜欢假笑，所以来到这就是因为我喜欢看人真笑。讲这么多，谢谢你们。哇塞！这一组又做到底了。投票倒计时。很少在脱友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脱口秀演员还带应援团啊。今天阿塞带来了他最大的应援团，哦，团长叫步惊云。步姐，你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大王洞里住嘛，然后阿塞那个职业病真的非常严重，他说话就是来回车轱辘话。我一次问他，我说你为啥？他说不姐习惯了，我们以前就是不好意思女士，女士不好意思。他刚就说他聊得最尬，所以我跟季爷就一直在笑，
笑，因为我们就了解他嘛，了解他。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就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车轱辘话，让人觉得好笑。然后又是假笑，你就很想打他。他生活里也会出假笑吗？对，他就已经有点，你看也开始了，你看，挺可爱的呀，我也挺真诚的。所以真的，阿赛在表演的时候，他们那一片笑声太大了，就尤其是说到尬聊和假笑的部分。跟他熟了之后啊，阿赛铺包袱的方式简直太有意思了。前面他铺一大堆那种感觉，这说个这是梆的那一下的时候，感觉就极其的炸场。是的，那下特别棒。其实，在飞机上真的碰见了很多那种特别可爱的空少空姐儿，而且都特别有耐心。对，我之前记得我有回那个，你知道他们看电视，前面不一个小电视有一个那个东西，就是怎么都摁不出来那画儿。黑的，那空姐梆，就是真的梆拍那，我说干嘛这么使劲？他说没事，这里是这主板，你拍一下就行了。我说打一下就行了。我说这主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怕，夸一夸这个。冠军！谢谢，我明年再来。谢谢，我明年再来参赛，谢谢。我也很喜欢阿赛的出梗方式，因为这些逻辑什么都很生活化，然后有简单真相什么的。希望你离开了3个轮子，可以更快的起飞。感谢你。对，其实我觉得他整个就是讲的这一段故事，就是画面感很强，然后同时呢，因为他的表情，虽然他一直在说他假笑，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是非常真诚的一个状态，就无论是他的眼神啊，还是他的整个状态，就是会让人觉得很喜欢，然后就是想拍灯，对，所以说是。我是觉得整个东北脱口秀喜剧军团里面又出现了一位实力特别强的一个演员，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板，因为上一场已经看到了极强的表演能力，表现能力非常好。然后这一次让我看到了他的对于事物的观察，他的文本那些细节处理，还有他很有表达。里面有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我已经在空中了，但是透过那个舱门的那个很小的窗户，只能看到那么小的一块天。他其实这篇讲就关于热爱的故事，就是这个事儿好与不好，得过自己那一关。我的标准此刻是唯一的标准，就你们说再好，有那么多人想当空乘、空少、空姐，但他就是不喜欢，所以真是千金难买自己的热爱。所以我特别高兴，阿赛终于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个赛道。谢谢罗毅老师，谢谢老师。阿赛刚才有很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我们也请贾浩和大狗回到现场。太稳了，这不就是？我们在看阿赛的分数的同时，也就能够看到这支小队的总得分。请看阿赛得到的全场票数是可以了。来，请3位到擂主的位置上就坐。哎呀！多中间。这次的队友是上一轮的对手吗？我开始没想到他俩又组到一队了，那刚好我就加入呗。最开始进组，我感觉我们像猫和老鼠，有耗子有大狗，我就是汤姆猫了，应该是。真的，浩哥真的刚分完组拉群，然后浩哥就说到时候周末把开放麦的稿子发进去，把录音视频发进去。浩哥批改作业，每人回了一个 Word， 就是里边附带了他的批注。对，包括我最后那个假笑 callback 啊，是浩哥给的灵感，其实该用在我自己稿子里。各位，按照我们的规则，在第一小队比赛结束之后，他们暂时成为擂主。在你们的旁边有一个有缘箱，3位，通过这个有缘箱来抽取下一组要和你们 PK 的小组。哇！被抽到的小队
海波、曹国、李奇宝。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其实他是一位新人，所以他可能也稍稍有些压力。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场是他的场。为什么？因为人家一头白发。哦，掌声有请海波。大家好，我是海波，是2个孩子的爸爸，不是孩子的爷爷。我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给她班里小朋友解释我是她爸爸，不是她爷爷，解释了3年。后来她班里小朋友回家之后，直接管自己的爷爷叫爸爸。从我女儿上1年级那天起，我就开始疑惑，我俩到底是谁在上学？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班级群，老师每天都在群里发作业。有家长忍不住问：今天的作业是孩子做还是我们做？立马撤回了。他不是发错群了，他是知道应该谁来做了。你说谁来做？这个群里1个孩子都没有。这个群里没有孩子，但是总有人在这个群里面炫耀自己的孩子。语文老师说回家之后写一篇300字的短文，就有一个家长问：还需要翻译成英文吗？这不是废话吗？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你翻译成英文干嘛？有本事你翻译成甲骨文。还有一个家长问：就300字够吗？你说300字够吗？你家300字不够，我家还有300字。家长群都卷吗？很多，我在。最夸张的就是有一次数学老师在群里说，回家之后把试卷上的错题订正3遍，就有一个家长问：我家1题都没错，该订正哪几道？太恶心了，我就把名字改成班主任。很会治他。艾特他说：你家把试卷抄3遍。我经常在这个群里改名字，在这个群里改名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当谁的爸爸就当谁的爸爸。真硬啊，这段子。1年级小孩写作业很磨蹭，经常要写到9点、10点，有时候写到11点，写到我的手都疼了。我理解的减负就是通过作业的方式减少这个世上父亲的数量。我老婆做作业的时候，她真的会打人，会打我。她理解的减负是减少这个世上的丈夫。我会帮我女儿写作业，会在她睡着之后模仿她的笔画，偷偷的帮她把没做完的做完。如果我不做，第2天老师就会在群里点我的名字。我害怕被艾特，每次老师艾特我的时候，我都很自责。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在前一天晚上把名字改成人家的爸爸？我一直以为我女儿不知道我写作业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她给我说：爸爸，有2道题你做错了，全班就你做错了，不会做就不要乱做。我试过让她自己在房间里写作业，我在外面等。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她出来给我说的第1句话是：哎，爸爸，你刚才不是有黑头发的吗？只要一让她写作业，她就开始削铅笔、找橡皮、上厕所、喝牛奶，还要给我讨论人生的意义、物种的起源，最后还唱了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我说你写不写？你要不写我可写了。他说你要写就快点写，别磨蹭。他们的生活经验有限，很多东西你给他解释不清楚。我用了1上午的时间才给他解释清楚为什么2乘以3等于6。结果到了菜场，他发现一个摊位上写着青菜1把3块，2把5块。他崩溃了。为了让我女儿相信2、3得6，我给卖青菜的讨价还价半天，他才答应卖给我2把，收我6块钱。而且每天早上我会给他准备7支铅笔、1块橡皮，晚上回来就会变成1支铅笔、7块橡皮，那7块橡皮还穿在那1支铅笔上面。我问他到底是去上课了还是去撸串了，他说不要碰我的糖葫芦。
每个橡皮都好像被狗啃过一样。我问他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吃橡皮，他说一点味道都没有。好可爱。下次能不能买我同桌那款橘子味的？我给他买了橘子味的，还给他买了苹果、香蕉、草莓味的。我想让他营养均衡一点。他们根本不会用橡皮，每次都擦一个洞，那个字都不是被擦掉的，是从洞里面掉下去的。一边掉下去还一边在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之所以喊3声，是因为下面3页纸全是洞。他们的书包带回来什么东西也很随机，他带回来过老师的书。有一天到家就开始写作业，写了2个小时才把作业写完，合上作业本哇的一声哭了。我跑过去一看，他写在了别人的作业本上。从那以后，他的作业本总是时不时地出现在别人的书包里，我怀疑是他故意塞进去的。一个孩子的爸爸给我打电话说：“喂，你家孩子作业我已经写完了，我想问问你家住在哪里，我要把我家孩子的作业给你送过去。”我说：“不会吧，你写的是我家孩子的作业，那我刚才写的是谁的作业？要不咱俩先对一下答案吧。”他的文具盒就像他的魔法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打开文具盒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过一张我的照片，果然我每天都在上学。我问他在文具盒里放我的照片干嘛，他说你在朋友圈里发我的照片干嘛？我说大人的事儿你不懂，他说小孩的事儿你不懂，我会想你。我说那咱们能不能换个方式，不要把我的照片贴在这个小黑盒子上。他说那我长大了是不是就得这样想你？我说你怎么会长大呢？想爸爸的时候你就是个孩子。谢谢大家，我是海波。哭了，好感动啊！太棒！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海波。哇哦！我得调动我双子座特别强大的就是2个人格出现，否则的话很难把这些话讲下去。首先我把理性的那一面出来，就先分析刚才海波讲的这一段，我觉得特别好。一般我们说什么双线叙事，它这是2种情感一直从始至终，2种情感贯穿始终，特别搞笑的，特别温情的。本来温情跟搞笑是不兼容的，但在他这一篇里面，温情是那么的好笑，感性的部分就是我完全无法面对任何讲到父亲，特别是父女的话题，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软肋，就会有很多可爱在于人生初始的时候是没有沉重的，包括人生初始阶段，你和你父亲和母亲的时候，很多回忆是特别轻松的，然后到可能慢慢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遗憾，他特别戳人，就最后我一直防着他，他一上台我就开始防着他，我调动我全身的洪荒之力防着他，就我很讨厌最后戳你一下，你自己溃不成军，对，防到最后还是没防住。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穿的破洞裤。你这一下他也没防住。对不起。就是你明白该来的是会来的，情感是自然的，你要允许各种情感在这个舞台自然的发生流动，因为他讲什么，他完全无法预测会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去激起什么。是的，是的，是的。是，脱口秀就是触碰，人家没传递，他没有传递任何，是我认为他触碰到我内心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对对对。我觉得中间有很多那些笑话都非常的厉害，在于我听过以前很多老笑话那种方式，但是您把那个笑话那个方式架子还在那儿，然后改成了您自个儿的这样一个内容，然后那个感觉让我觉得特别的奇妙。然后那您家里头本身那个现在每天就是这种生活，您觉得累不累啊？我觉得陪孩子的烦恼就是一种幸福吧。是这样的，为什么特别喜欢他这段？因为就有孩子，随着孩子长大的都进过家长群。对，家长群是现在只要是孩子在学龄的孩子，
都会有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海波的这一段，在很多此时此刻正身在家长群的家长会极有同感，真的很棒，谢谢老师。那我听完海波老师的这2次的表演之后，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好爸爸。就他给这个家注入了超级多的爱，无怨无悔的。而且整个段子结束之后，大老师就说的是：“哎呦，不能去深究这个，不能去深想这个，因为你真的会忍不住你自己去感动，然后你眼睛会失望，真的不要。”别提啊！所以就如果我现在是在看的屏幕，我可以暂停，我自己去缓一下。对，所以就是我每一次听完海波，我就觉得哇，好幸福，就好温暖，是个特别好的爸爸。谢谢，特别好。海波老师，能说2句吗？您闺女也讲脱口秀？对，就是有时候因为我的角度一直在讲我女儿嘛，那她其实会有一些反驳我的地方。我会问他们一些，就是我讲这个东西，他听了之后会是什么反应，会什么想法，他会告诉我，然后我会让他写出来，然后我下台之后让他再上去讲他的感受。就是你们俩互相写水泡是吗？对，我是给他相当于我给他铺垫嘛，他去找笑点。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人女儿也上开放麦，然后把这个当做一个兴趣爱好嘛。哇，那好厉害！把这个发在家长群里嘛，就把这个给家长看看，说这我比不了啊。老师，我们家这样说脱口秀可以吗？来，我们来看海波的票数是。漂亮！来，再次掌声送给海波。海波，加油！我觉得海波的段子就是很神奇，他同时让你既想自己的孩子，然后又想自己的父母。我超喜欢他这段的底，就是说，当你在想爸爸的时候，你就是个孩子。尤其我现在作为一个父亲的时候，包括我也作为一个儿子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就很戳人。他现在录制，他要2个小时再回苏州去陪家里，去陪女儿，这个就是很难做到。尤其他现在这个年纪，对他精力是一种非常大的消耗。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太不容易了。这支小队要上场的下一位演员很有意思。你必须得跟他的节奏，一点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是，掌声欢迎曹国。大家好，我是曹国。我不是海波的儿子。第一赛段比完，我跟我妈打了个视频电话，向她汇报第一赛段的比赛情况。她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她说：“儿子，你可以试着留个刘海。”拜托，我这个发际线要是留刘海的话，这一刮风就像舞台剧开幕一样。我也没有想过去植发，因为植发只能治秃，它不能治脱。植发只是把我后面的毛囊移植到前面来。所以如果我继续脱发的话，我就得不断的植发，迟早我后面的发际线也会开始上移，最后两军会是在光明顶之上吗？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之前我们办公室引进了一台自动贩卖机，但就是一台玻璃门的冰箱，没有锁也没有摄像头的那一种。我就问他们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这个不怕被偷东西吗？他说我们不怕。我们的每一台冰箱都找了寺庙里的高僧开过光的，偷东西的人会遭天谴。我马上就冲了出去，扶了一个老奶奶过马路，然后用这点功德换了一瓶可乐。我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世界首富，现在世界首富是马斯克，他是一个所谓的亿万富翁。但其实你的资产只要超过1个亿，就叫亿万富翁。所以亿万富翁这个称号其实跟万字没什么关系。万出现在亿和富之间，就是在硬蹭。我觉得亿万富翁就应该叫亿富。马斯克可以考虑一下做我的衣服。最近马斯克的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
按照他目前的估值，马斯克的财富将达到6700亿美元，约等于人民币5万亿。5万亿，有钱能使鬼推磨，超级有钱的人可以让万走到亿的前面去。5万亿有多少个零？你们知道不？12个。我第一次把这个数字输到我的手机里，可以拨通。怎么拨通？怎么能拨？好厉害！你真的很难想象5万亿得有多少钱。我当时想的是，这堆起来得比我人还高了吧？我好歹都有1.8米。我知道你们都不想问这个，但是你们得知道，1.8米是净身高，头发没算。然后我的老婆就说我特别的幼稚，什么人这么有钱会把它堆在家里？我要是有5万亿的资产，每天我一回家就在那边畅游，蛙泳、蝶泳、自由泳、仰泳、狗刨、深水炸弹。大家今年都怎么了？好突然啊！我真的很好奇这些亿万富翁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我就去看他们的电视采访。当记者问他们怎么赚钱的时候，他们最喜欢给的一个答案是什么？我对钱没有概念，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这100%是句废话。我的钱对我来说也是个数字，3也是个数字，单位是个，我有3个钱。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对钱没有概念。还有一类亿万富翁让我觉得更恶心，就记者问他们喜不喜欢钱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否认和回绝。什么钱？我从来没有碰过钱。呸！这也是句废话。现在都是移动支付，我也碰不到我的钱，它就变成你的钱了呀。而且喜欢钱有什么不好承认的？你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之一了，你不喜欢钱，我喜欢啊。我是喜欢，我刚刚演的有点过了，不好意思。挺喜欢钱的，挺喜欢钱的。我发现这些亿万富翁有个毛病，就喜欢乱花钱。比如他们会花600万美金买一根香蕉，花10亿美金在太平洋的海底修酒店，用火箭把一辆汽车射到外太空去，在小行星经过地球的时候用激光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你们都听不出来哪2条是我瞎编的，真的听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人就不配当亿万富翁，因为他们花了太多精力去思考怎么赚钱，耽误了他们想清楚怎么花钱。我不一样，我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考虑怎么花掉我的5万亿上面。万一我有5万亿，我会想办法让全人类都过得更好，方法我都想清楚了。每天我就随机挑一个人，给他1个亿。哇！没有任何条件，这样我就会成为一个超级英雄。绝招是一指禅。击中我！就是你了。今天晚上就给我想清楚怎么花掉你的1个亿。所以马斯克，你给我听好了，我要对马斯克喊话，看哪个镜头，请问？马斯克，我的义父，我给你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叫做 To Elon Musk。Mr. Elon Musk， 拯救人类 is no simple task。你的5万亿不要藏着 ，spend it all you must。
改变命运只要1亿人民币 ，Me you can trust。哎呦，前面的英语都没听懂的朋友 ，Your English suck。为了押韵，我已经说了3次 us。us 是 we 的宾格，有些朋友可能会 ask。Mr. Musk， 给我一点钱，我明天就去植发。我头上这片荒地比火星更值得开发。Mr. Elon Musk， 现在就给我转钱吧。谢谢大家，我是曹国。想收到来自曹国的1亿的，来 OK 键确认，来，你有一个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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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摁 OK 键，他也不会给你1分钱，但是可以表达对他这段表演的喜爱。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曹国。哦，后边写那个诗跟马斯克写的哈。对，马斯克也可以用古诗啊。每逢佳节倍思客。你是怎么想起来写这段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对那种超级有钱的人是有一种崇拜的，但这种超级有钱的人，就到马斯克这种级别的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崇拜他们，其实挺没意义的，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在乎我们。但其实他们是很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我其实还在琢磨，因为他最后给我拐入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向。我一开始因为他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批判那些超级有钱的，然后突然开始念起诗了。我其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的。你说那个，我已经说了3次 us， 然后说啊，你们可能不知道 us 是那个 we 的那个宾格。对，这些其实是特别，如果有字幕的话，它会好笑。现场其实会减少一些好笑成分，但是对他来说，他认为此刻这样的表达非常完整，所以他其实是个很自我的一个表达者，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谢谢。曹国老师好像在炫技一样，运用一些很新的技巧，然后如果用到了押韵这样老的技巧，他也要用在英文上，就是感觉是很技术流的一种写法，就挺特别的感觉。而且曹国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无论他的内容还是他的表演风格，他都有点，反正我享受舞台，我在这块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不 care 你的感受，但是就是这种调调还挺很有魅力，迷人的，对，很有魅力。而且咱们坐在这儿想走也走不了，必须得看完，必须得看完。反正走得了走不了，票数已经出来了。来，曹国看一下，在曹国的表演之后，观众给出来的票数是。谢谢，对，可以，不错，可以，可以的。本来以为王大刀已经够抽象了，又来了一个更抽象。所有人都看我这里。1、2、3、4，能过第2轮我已经很庆幸了。在下华中秃鹫曹国。就我比较喜欢的喜剧会是那种滑稽的、荒诞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那种很硬的东西吧。我觉得，所以可能就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会更愿意走滑稽点的路线。那是幽默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小队派出来的最后一位演员仍然是新人，掌声欢迎李奇宝。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奇宝。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朋友们，我是个留学生。
我留学原因其实还挺简单的，就是我是一个抗压能力特别差的人。我工作2年以后就受不了国内这种内卷环境，我决定出国留学。就我抗压能力差到什么地步？第一赛段还没比的时候，我就想退赛。但是吧，就是导演说今年出台了一条新政策，说由于往年总有人退赛，今年退得赔钱。以后谁问我为啥站在这儿，我说因为张博洋。节目最知名跑男，抗压能力太差了，朋友们，所以留学的时候特意给自己选了一个那种就是松弛国家，意大利。Bravo！ 我觉得肯定很适合我，松弛，没有人管。去了以后发现有点太松了，管的也松。我第一次泡小偷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就我刚到意大利第3天，我走进那个跑鞋店，我想去逛一逛，然后我看见一个外国人，他穿上那个鞋以后，他就跑了。我当时很震惊，我说怎么国外还能试驾了？然后发现不对，开始俩人开始追他，真跑不过，给我看的都心动了。我说扎斯拜他。店员问我要哪双，我说就要跑走那双。我之前以为只有意大利是这样的，还有次去巴黎，就那个卢浮宫旅游的时候，去的时候那个导游跟我说，他说你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你手里所有的贵重物品紧紧的抓牢。我挺惊讶的，因为卢浮宫要买票的。我说咋小偷买票进来偷啊？他说不是，办的年卡。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欧洲这个地方26岁之前可以办那种青少年卡。我说啥意思？26之前偷打折。我回去查了一下，那个卡22欧，160块钱，偷1年，合下来4毛钱一天。就那个地方所有事都出乎我意料，你知道老师也是那种很松弛的老师，就我完全接受不了。到意大利以后要先学半年的意大利语，教我意大利语的是一个意大利人，他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语，就教。我第一面见上他，我感觉他都不是老师，他就是个意大利人。上课第1天我都懵了，全班20多个中国学生加上1个意大利人。我说就这个语言环境，你还不会说中文吗？老师教学态度也很敷衍。我学的第1句意大利语叫做 Poco Italiano Parlanglese， 就会这一句。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就叫 Can you speak English？ 老师自己都不会说 English。我就拿那个翻译软件，我去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这样我是没有办法学好这门外语的。他给我那个理论很简单，他说如果你想学好一门外语，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从这走出去。我说干啥去？他说你上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外国人跟他说话。我说你不就是外国人吗？而且他这个理论行不通，朋友们，就是你早期那个词汇量不够的时候，你跟外国人说话真的很诡异。你走到那个外国人面前，sorry， 就没有了。我到现在用的最好的一句意大利语叫做 see， 英语 yes 的意思。人问啥我都 see。我头半年早餐吃的都是盲盒。时间长感觉不是上海外上学的，我好像在那个海外经商的广西人。人一问我啥，我说西呀西呀。我觉得我去了意大利以后，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很松弛的人，我觉得我接受不了那边很多制度，就比如说放假。那老欧洲人怎么那么能放假呢？他们甚至有一种假期叫做乔假，啥意思？周3、4放假，完了周6日放假。顺便给周5也放了，搭建一座假期的桥梁。我说怎么不应该调休吗？谁让你修桥了？你知道一开始放假还挺兴奋的，就是那种1个月大假期到处去玩了1个月以后发现还有1个月，一下我就不行了。我说那人还能这么快乐吗？
那不得学点习呀？我是中国人，放假放得多，我心都散了。我一开始特别慌张，我就给我那个语言班老师发消息，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课下补习班啥的，我可以报一个。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是没事的话，也不要给我发消息。他说你可以去公园里躺着。去了，朋友们，有效果，躺一下午，一下就收心了。手机丢了。我在那待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有时候还开始替别人焦虑。我有时候往公园里一走，看一地躺那个意大利年轻人，我都上火。我说完了，都废了。因为你知道，当一个国家是这样，所有人都心散，就没有人好好工作了。我甚至经常吃不上饭。我有一次点外卖，3个小时没送到，我打电话问客服咋回事，客服跟我说，他说外卖员走一半累了。给我饭吃了，所以当时很想回国，回来以后，我发现我有点跟不上国内节奏了，比我出国之前更快了，就是我已经心散了。就我发现现在还有那种15分钟就能送到的外卖，15分钟什么概念？就是偷我外卖的人他都吃不完。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再努力工作，我看能力比之前还差。前段时间改稿会开到第3天，我嘴角起了个大泡。这帮演员还开始嘲讽我，哎呀，我们常年在国内的人就起不了这种泡，你这个是意大利泡啊！他们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努力的同时还不够松弛，我说对呀。我很想努力，但我一努力就开始心疼自己。我说实话，朋友们，我上台3分钟我就想下去了。我说这不是已经笑了吗？已经很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齐宝。王子怎么着就特别有共感，是不是？真的就是他说的那个偷外卖，真的不是在骗人，是真的。你去送外卖的时候，就是你给吃了。就是说我饿了，没有，是真的，就是他会还挺礼貌，打电话说，他说我看你点的挺多的啊，我吃一份。你能吃多少全凭他良心是吧？啊，对，要不然就有些他可能吃完剩下的他就是也不给你送了啊。关于偷的那一段，其实我一直说还想多听一点，然后我以为他会有一些特别有趣的那些故事，然后但是哎呀，就是说还没有等到，然后所以说当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可惜一点点，有点遗憾。哎，再给我们分享点，就是您去留学哈，然后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对，要是偷东西的话，就之前车被砸了。哦，我车也被砸过啊。被砸了以后，因为那个车就是去送到厂里的时候没有配件儿，然后意大利人就拿胶带给我粘上了。主打一随意。我觉得齐宝特别可贵一点，就他站在台上，你就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青春洋溢的气息，非常打动人。他也许跟脱口秀本身无关，但是又对我来说息息相关，因为这个人在台上，他首先吸引到我，他显然是在舞台上可能是个新人，还欠缺一些经验，一开始有一些紧张，但很快，他节奏很快就稳下来了。他其实台源表达的方式、吐字的清晰、出梗的方式，都已经看到绝对是未来的不可低估的一股新生的力量。但有一点，就是你的那个内容挖掘上，在你梳理的时候，你把有一些可能就忽略掉了，很多内容是我们也想象到的，所以那个反差感好像没有那么的大。但这个其实它跟能力无关，可能只是跟经验有关。所以我特别看好你的未来，你一定要坚信这一点，你绝对是可以的，齐宝。齐宝是新人演员嘛，但是他本身就很有特点，就是他外形又很酷，但是口音又很有亲和力，就是你可以马上把它记住。但我感觉可能写梗的时候可以前面铺垫的再细致一些，那还有的地方写段子的时候好像又不需要铺那么多的信息，就这方面可能需要在开放麦多试一试才能判断出来。我也认同鲁豫老师说的，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演员。再次掌声送给齐宝，同时我们也请海波
和曹国回到舞台。守擂的3位也请来到台上。我们看一下李奇宝的票数。因为海波、曹国和奇宝攻擂的分数没有超过5、6、7，所以守擂成功。同时，3位要来到待定席。再次，掌声送给各位。很棒啊，好稳啊，好稳。下场见，下场见，下场见。演太久了。贾浩、大狗和阿赛要再次抽出第2个要和你们进行 PK 的小组。刺激，有缘相见，来吧。哦，荒岛人气王。我们好，被抽到的攻擂小队是东北文艺青年高寒，加油加油加油！上海音乐青年风心彤，青年漫才组合荒岛人气王。第1位上场的文艺派脱口秀演员高寒。太失败了。大家好，我叫高寒。我能坚持到现在，全靠观众对我的爱。我觉得观众甚至有点溺爱了。有观众说高寒长得像刘昊然，说高寒跟刘昊然就差一个发型，所以我剪头的时候给理发师看图片，我说我想剪刘昊然这个发型，他说剪不了。我说你剪不了就换个人，谁能剪谁给我剪。他说谁来也剪不了，你现在就是刘昊然的发型。丢。我知道自己不算好看从小牙不齐，因为小时候家穷顾不上美观。我小时候跟我妈说过要戴牙套，我妈说儿子你要矫正牙齿，那隔壁吴老二脑血栓都没治。我去隔壁看了，吴老二牙非常齐。什么鬼？我妈说她牙齐就对了，她现在脑血栓没钱治，就是因为之前花钱矫正了牙齿。所以比脑血栓轻的问题我不敢提。小学牙不齐没治，初中驼背没治，高中青春痘没治。我越长大越难看，出生那天就是我的颜值巅峰。接生的护士以为刘昊然出生。每次跟我妈面对面，我都想问问她，我说妈妈，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几分像从前？但是妈妈也没办法，因为妈妈更不像从前，她从前是王祖贤。长得差点也就算了，关键我这个气质也是唯唯诺诺、畏畏缩缩啊。因为穷人家小孩害怕犯错，我小时候打碎过一个碗，那碗我差点被打碎了。听到摔碎东西的声音，我爸就冲进来动手，他好像一个埋伏在帐下的刀斧手啊。我说一个碗至于吗，爸？就感觉打碎这个碗，咱家就会倾家荡产。我说爸，你最近不会在外边要饭吗？真的这至于吗？我说这个碗它不会是那种速配勾勒出青花逼疯弄砖丹那种碗吗？青花瓷。但有钱小孩不怕打碎碗，所以司马光他敢砸缸。如果是我看一个小孩掉水缸里，我会非常纠结。我说哎呀，一个小孩的性命固然宝贵，可一个大水缸也价值不菲呀。我搬起石头是能砸缸，但更容易砸到自己的脚。因为打碎一个碗，我爸都打我一个晚上；要把家里缸砸了，我3个晚上别想好过。
我家的缸是3碗不过缸。其实我非常嫉妒司马光，因为大家都说他是神童，我也是全村最聪明的小孩，但没人知道我是神童。我发现神童是需要家庭条件支撑的。我更嫉妒的人是丞相的曹冲，我觉得他那个故事太奢侈了。因为三国时普通小孩连饭都吃不上，他在那研究大象。俩小孩唠嗑说：“哎，你听说了吗？咱曹丞相的儿子称相了，你猜他咋称呢？”我猜他应该是吃饱了称的。哎，别说三国小孩了，就我小时候都没见过大象。学曹冲称象时，咱村里小孩对大象没有任何认知。我同桌跟我说：“他说高寒，大象太恐怖了。我听说摸大象一下就会变成盲人。”还有同学说，哎，说这个曹冲他爸太厉害了，有一头大象，他爸是不是动物园园长？我说他爸当时是华北平原的园长。那曹冲能称象，就是因为曹操是丞相。我想称象，我没有船，上哪整船呢？曹冲不存在这个困难，他正准备找船呢，曹操就过来了，说：“儿子，你可别找了，船那玩意儿爸肚子里就有。”就曹冲那个条件，他能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他称完象，那手下就都在那儿欢呼。但曹冲觉得，哎，当神童也没啥意思。他一拍大腿说：“哎呀，我这有手下有船有梦想，我要成为海贼王。”但穷人家小孩很难当神童，就算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小孩，可你连电话手表都买不起，你怎么可能是小天才呢？穷小孩容易挨打，但挨打的小孩也不用怕，因为摔碎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需要把碎片捡起来，然后拿这个碎片和原生家庭做一个切割。哦呦，其实我今年25了，我还是不知道那头大象的重量，但我希望穷小孩也能把名字写在历史书上。所以如果让我写《三国志》的话，曹冲称象这个故事会是这样说：高寒问曹冲曰：“我像刘昊然乎？”曹冲称像。讲到这儿，谢谢你。为高寒的表演投出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高寒。这次的感受怎么样，大老师？好极了，高寒呀，这可是，就是因为高寒每回演出我都非常的期待，这一次也挺好的呀，但是有几句说的有点重，然后在以往的作品中没有说到这么重的这个感觉上啊。因为之前我觉得高寒有很多举重若轻的地方，为什么这回你决定要讲的稍微的没那么？我这个就是没写好，没写完，不是故意的。我也想写的搞笑，但是没写好。就比如说最开始那个砸缸那事儿吧，按说你以前写不应该是往这个角度上写，因为这样写的话就会感觉是不是有点残酷啊？就是那种感觉，没有就是说之前会说一个特别让我们想哇这个问题还能这么想，然后你又给我们一个特别轻松的解答，总盼着您能说出来。我觉得这些好多点是可以往后再写写。现在是个发芽阶段嘛，对，我觉得好多地儿还没开花呢，盼着下回开花，好不好？谢谢您了，哎，行，感谢你，大老师。我倒不觉得高寒表现或表达的是重，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于高寒一直以来他的风格就是他不屑于去表达情感，他有些时候有情感，他可能会把它隐去，或者把它给尽可能的弱化，这是他的风格。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总会碰触到情感这一部分，所以偶尔的流露在我看来倒也没有重，只是因为可能容量有限，欠缺一些铺垫，所以我们会觉得有些突然。但是他这个寓言故事新编我倒还挺喜欢的，好像开辟了新的一个领域，因为很多故事你可以这样新编。
我觉得高寒说这个感受，好像做过小孩的人都会有一点共鸣了。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好意思再说家里没有条件我才没有成才这句话了。所以这种话题就还是得趁早讲，趁20多岁讲就比较合适。哦。还有，我感觉高寒特别的乐观，就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会写诗，如果穿越回去，你可能是曹植呢？我会是方仲永。你不会是方仲永。因为你会有很大的后劲儿，哎，感谢你，啊，棒棒哒，但是你确实提了一个挺有趣的问题啊，到底是谁说他长得像刘昊然？来，高寒来看一下，给你的票数是。你看可以，还是173，可以。哦，可以，不错。173，掌声送给高寒。高寒就是我觉得好像这次这段子应该就是他在试。我一直认为高寒即使说到了一个听上去很沉重的事情，以高寒的那种高超的脑力，想出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又特别损的那个方式，让你一笑又觉得嚯，这是怎么想出来的？就这种才是我认为的高寒。但是高寒也有累的时候，高寒不能每一篇都到达那个之前罗永浩老师要给他鞠躬的那个程度。然后希望他下回更加回到我印象中的高寒。其实这个叫又卑又亢嘛，其实卑和亢本身是一个东西，可能它的根源就是匮乏感。其实穷人小孩大多数都有匮乏感，因为我其实我没有什么青春，我的青春就是熬日子啊，就是挨过这些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本场的比赛情况。各位脱口秀核弹的朋友们，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记得为你喜爱的演员排灯，参与脱友问答，认证脱友身份，优先赢取演出门票和节目录制的名额。更多脱口秀的老朋友正在线下演出，关注效果工厂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得演出资讯。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感谢你们对所有脱口秀演员的支持。下周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下半场比赛，感谢各位，下周见。Hello， 大家好，我是贾浩。很多朋友说我没有在国外待过的痕迹，其实有的。比如说我对美食的渴望就格外浓烈，有多浓？就这么说吧，跟茄皇的汤底一样浓。你要让我去看时装秀，我你说去逛画展，我你说来桶茄皇，我amazing。别看我在法国天天说绷住，但要是面对茄皇，真的绷不住，太想吃了。毕竟每桶茄皇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汤底酸甜浓郁，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现在的家长群，不管是炫耀孩子能英语流利对话，还是考试满分，大家都免疫了，因为那是家长的功劳。直到我炫耀孩子独自完成了作业，他们惊了，怎么做到的？我说因为我做对了选择。他们问那填空不做吗？我说不是选择题，是选择奶粉。我选了美赞臣蓝针，含超30倍乳铁蛋白，还添加了模拟原乳成分的乳脂球膜。它现在脑瓜、身板、营养都到位了，做得久，写得完，不用我操心。现在终于不会减负了，现在是真的减负。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烟火气氛正好，可口可乐不能少。感谢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的可口可乐赞助播出。超30倍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快乐信号满格，冲浪一路丝滑。
感谢我的网络好搭子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开启双擂之战的第2场擂台赛。到底该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大人？大人在台上都说自个儿想当回小孩儿，不然来这儿干啥？如果在台上讲这个段子，他给我转一些钱，那个都不重要，我们只看结果。1元1次方程解不明白，但是拉个朗日中之定理手拿把掐。我心你就是大女。这群庶子，谁敢与朕争锋？在大王洞的第1顿饭，因为是新姐去周围找村民买的菜。是去上班吗？啊，一回生二回熟，肚子我都才吃得完不？番茄秋1颗可以不？我在这里连续跟这些人打招呼打1个月，那他们就要把你请到他家里去吃饭了。那我们跟人做个油泼面吧，感觉做饭瘾上来了。油泼车面，怎么说？有说法没？人类的语言在这盆面上是苍白和无味的。关键，老陕西就地道，绝，太香了。对，这是标准，都对着蹲着吃。哎呀，有样，聊啥的？来个包子。你一次吃2个包子啊？我找到了，在冰箱里。你剩10分钟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说一下，韩子。贺光洱，扎好，高寒，侯子远，疯子豪，小四爷，瑞瑞，阿赛。求人不如求己，脱超联赛正式开幕。哎，这能算吗？连碰都没碰见。哎，你要完了。你要去哪儿啊？不可能进的。我可能站不起来了。那就干吧，那就打开缝隙，红牌警告。子豪上啊，子豪！让你来感受一下比赛的强度。消耗他们体能，我不动，传过来呀！我，漂亮！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渴，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纤维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升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1中午12点，托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每周2中午12点，托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7月23日起，每周4中午12点，离场之后梁海源对谈托友的视频播客，还有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朋友们请保持期待。你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哦，烦恼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立地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G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跳海酒馆、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